真男人就应该扛起钢枪保家卫国，弱鸡男只会唱跳 rap。而陈琳本是一名网瘾少年，只因高考前通宵打游戏，随即便被老爸拿出气体囊抽了7.7液，并扬言要送陈琳去部队当世界网瘾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陈琳竟成为令境外佣兵组织闻风丧胆，曾一人屠戮一整个佣兵连的华夏修罗，而导致陈琳这个华夏修罗觉醒的导火索，还要从几年前参加特殊卫队训练说起。当时的陈琳还是一个新兵蛋子，独自一人在营地训练，突然哨所方向一场稀稀疏疏。陈琳一愣，不好，出事了！陈琳急忙掏出对讲机呼叫：“伍长，老杨，老姜收到请回话。”可是没有一个人回应。陈琳立刻朝哨所狂奔而去，需要10分钟的路程，仅仅2分钟便冲到了哨所前。此时的哨所已经被大火吞没，周围都是滚滚浓烟。只见前方的空地上躺着3人。伍长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抛弃兄弟们！空中响起霹雳的声音，一道闪电旋即而来的是瓢泼大雨，在大雨中我赤红的土像是一头发狂的鹰。突然，伍长咳嗽一声，喷出一口污血，倒了下去。我猛然狂吼道：“如果伍长休假探亲，你就不会死了，你就要当父亲了呀！”这时，单兵通讯系统响了起来：“3号哨所请注意，我是龙鳞突击队队长肖邦，现在有一伙药贩子正前往3号哨所，你们坚守岗位等待支援。收到，请回答。”太慢了，为什么不早点通知？哨所的人都死光了，那些混蛋，我一定要血债血还！你别激动，他们不是普通的贩药分子，你只是个新兵蛋子，过去只会白白送死。我现在以少校的身份命令你原地待命，等待支援。陈琳握紧了拳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首长，我不能执行你的命令，我就算被他们杀死，都必须去报仇，我要亲手宰了他们。”虽然陈琳将通讯系统丢到一边，抓起一把虎牙格斗卫刀，然后将地上的950步枪捡起。伍长、老杨、老姜，你们的仇必须报，血债血还。大概跑了5分钟，陈琳突然停下来，蹲在地上盯着前方。只见手持 AK47的一名武装分子停下来，朝着前方同伴喊道：“我先放手，刚才杀人太过瘾了，一直憋着，现在要离开了，给严国留下点纪念。”快点，严国的特殊卫队不是吃素，很快就会追上来。还真是这群家伙干的。此时，陈琳强烈的杀意涌上心头，将步枪背在身上，抽出虎牙匕首，无声息地向对方靠近。那名放水完毕的武装分子刚起身，只见右侧一道快如幽灵的影子，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，陈琳手中的虎牙匕首已经朝着他脖子狠狠地刺了进去。这是老杨的。陈琳看着对方的尸体，低声自语，手中的虎牙格斗匕首滴着对方的鲜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方一个不耐烦的男子声音传来：“水深磨蹭那么久，怎么像哥娘们似的？哼，看看去，搞什么鬼？”然而一旁的丛林中，一把冰冷的枪口对准准最后一名武装分子，一声枪响，子弹以890millimeter的速度狠狠地刺入对方的额头。见鬼！另外一名武装分子吓得连忙抬起枪口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在他抬枪的瞬间，我犹如一头冲出的猎豹，一脚飞向对方的裤裆。别杀我，我是执行老大的命令，我投降，只要你不杀我。这是老姜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远处有人向这边靠近，陈琳双腿猛然一跃，身形犹如一头猎豹冲入旁边的营林，密集的子弹激射而来。快点追上去！他现在就是去送死。这个家伙有情有义，我看走眼了，是一个好兵，不能让他死了。有严国人追过来了，不止一个人，所以说他们是被偷袭的。肯定是哨所的漏网之鱼，找到他送他去见自己的战友。武装分子刚说完，枪声突然响起，一颗子弹直接从他的嘴巴打进去。蜈蚣惊出一身冷汗，大吼一声，在那边围上去，干掉他。众人听到蜈蚣的命令，肆无忌惮地拿起 AK47对着陈琳子弹，利用猛烈的火力覆盖，将陈琳彻底的压制住。一名武装分子大声：“多头乌龟怎么报仇？你们严国人不是最讲义气吗？怎么现在认怂了？”此时的陈琳躲避在一棵大树后，往高大的巨树上攀。这名武装分子还叫嚣地喊道：“你就是这样给你的战友报仇的吗？严国卫队员果然都是童子军。”突然，他猛然发现前面的帐篷中冒出一只黑乎乎的枪口，子弹近距离爆头。蜈蚣立刻反应过来，人在这儿，干掉他。陈琳身形向前一窜，抓住那名武装分子的尸体，挡在自己的前面。密集的子弹狠狠地打在尸体上，随着陈琳的枪也从尸体侧方哒哒哒射出。因为距离太近，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便直接被干倒了。蜈蚣见自己的手下一个个都倒下，顿时急了，快速向陈琳冲来。愚蠢的严国人，去死吧！陈琳眼中闪过厉芒，大吼一声：“来啊！”陈琳很清楚自己的格斗术，面对这样的雇佣兵肯定打不过。但是严国有句话：“狭路相逢勇者胜。”老子在技术上确实拼不过你，但是老子比你狠。陈琳双腿猛然一伸，身形跃起猎豹冲向对方。蜈蚣的锋利匕首从陈琳的右侧胸口刺入。你！蜈蚣一脸骇然，陈琳不顾刺入胸前的匕首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硬是推着他不断往后退。此时，这个从来没有任何畏惧的老雇佣兵感到一丝恐惧。老子杀了你！一定要当一个好军人。班长、老杨、老姜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。突然，挂在蜈蚣头顶的耳麦传来声音：“蜈蚣，干掉严国人没有？快来，我们看到边境线了！”听到耳麦传来的声音，陈琳的眼中再次射出怒火。他死了，你等着。
接着就是你，等我，我来了。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陈琳带着伤继续向前奔去。此刻，作为这次带头人的王统突然听到陈琳冷漠的声音，吓得一个趔趄。王先生，这是老大的通讯器，老大被他杀了。严国是雇佣兵坟墓，我们不应该招惹他们。现在怎么办？连老大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年轻的王统沉默了片刻，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愣着干什么？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？得罪又怎么样？快点走，马上出去！他们死了，给你们每个人加200万没了。只要我们离开了这里，他们还能追杀我们到全世界吗？呵。此时密集的脚步声在丛林里响起，一支穿着迷彩服的队伍行进的速度非常快，奔走中依旧保持警戒的状态。队长，这里有尸体。蜈蚣，国际上凶名赫赫的雇佣兵，曾经一个人在丛林中连续徒手干掉10名别国突击队员。一个边防兵竟然有这样的实力，那么小子肯定受伤了，而且不轻。快点追上去，他现在就是去送死。这个家伙有情有义，我看走眼了，是一个好兵，不能让他死了。肖邦突然想到陈琳之前说过的那些话。我的班长，我的战友牺牲了，老子要给他们报仇。真没想到，陈琳不仅坚持到现在，还杀死这么多武装分子，连蜈蚣这样的雇佣兵都死在他的手里。走，一定要追上他。另外一边，王统在4个人的保护下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朝着边境狂奔。前面就是边境，看到灯光没有？这是我们的信号，老板在那里等我们了。毒贩不仅进入我严国作案，还杀我严国军人。就当要逃离出境时，却遇到恐怖的一幕。那个家伙追来了，对方追上来了，快跑！此时，另一颗子弹突然射来，命中武装分子的头部。另外一名武装分子精神差点混沌，对着前方的密林疯狂扫射。出来啊，王八蛋，出来啊！他们都是在刀口上过日子，早已见多了死亡，本应该不畏惧。可是眼下，老大被干掉，自己只剩下他们3个，加上还看不到，这样的感觉比死亡还恐怖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过，3人惊恐地看到，在他们不到10米的地方，站着一个浑身是鲜血，脸色没有一丝血色，双眼血红的男子，用枪对着他们。我操，这是人还是鬼？陈琳狠狠地扣动扳机，子弹扫向他。救我！快救我！干掉那个混蛋！还要杀我！还要杀我！看着惊慌逃跑的王统，陈琳猛然抬起枪口，对着王统扣动扳机。救我！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此时的王统恐惧到了极点，他不想死，拼命哭喊着，挣扎着想要往前挪，可是激烈的疼痛差点没让他晕过去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哥哥是大毒枭王能，你杀了我，我哥哥一定不会放过你，包括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统统都得死！此时密集的脚步响起，上百人的武装部队疯狂地冲过来，枪口对着陈琳。王统像是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哥，救我！是我！来呀，来呀！你们谁敢动，老子杀了他！停手！やめたい。哥，快救我！一定要救我！这位小兄弟，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放了我弟弟，我给你钱。我知道你们每年的薪水很低，我给你一辈子花不完的钱，放了我弟弟，马上给你。钱是好东西，但是买不来我兄弟的命，他们的命只能以血还血。班长、老杨、老姜，你们看好了，我给你们报仇了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不能杀我！哥救我！上了他，立刻上了他！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枪响。谁他妈的敢开枪？这里是严国领土，你们敢开枪试试？杀无赦！一时间，丛林里钻出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士兵，枪口对准这群武装分子。顿时，在杀气腾腾的严国军人面前，这些武装分子瞬间害怕，不由自主地犹豫起来。没人敢开枪，他们的目光不由得转向王，又看向那个疯狂的严国军人陈琳。老大别冲动，不要招惹这些人，否则天涯海角都被追杀。冷静，我们还有机会报仇。尸体给我！陈琳冷漠地看着他，一脚将王统的尸体踹出去。我操你祖宗！此时王登被彻底激怒，弟弟被杀了，还当着自己人的面，谁都受不了。就当他要冲上去时，这是严国领土，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混蛋，我记住你了，这个仇我一定找你报。走，我也告诉你，你等着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我求你一件事，班长、老杨、老姜，我给你们报仇了，总共16个凶手，我一个都没有让他们离开，你们安息吧。和平时代，他们的故事不会流传出去，只是作为一个符号，默默守卫在祖国的名单中。卫生员，卫生员，救人，快！卫生员冲过来，利索地对陈琳伤口进行检查，随后简单止血处理，进行包扎。不多时，陈琳醒过来，虚弱地说道：“送我回哨所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再见兄弟们最后一面。”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他想的还是自己那些牺牲的战友。你现在必须接受治疗，否则求你了。肖邦心中猛然一颤，瞳孔微红，低吼道：“送他回哨所，快！”
很快，陈琳被放到担架上，卫生员一边包扎，一边对肖邦道：“他的伤口太多，还有胸口的一处伤口太深了，只能暂时止血，伤口已经开始感染，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。”卫生员见肖邦没有吭声，有点无奈。这个时候，陈琳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，不过依旧含糊不清的喊道：“快送我回去，我要见他们，我要见他们。”他可能会死。肖邦咬着牙根，他非常理解陈琳的心情。当初自己战场上拼命的时候，为了给战友报仇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天狼、灰狼等人眼睛都莫名的湿润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轮流抬，跑快一点！是众人一怒之下，最快的速度奔向哨所。1个小时后，众人奔回到哨所。此刻，史卫国、老杨、老姜等人的遗体已经被抬了出来。陈琳，哨所到了。陈琳听到声音，挣扎着爬了起来。班长、老杨、老姜，我给你们报仇了，总共16个凶手，我一个都没有让他们离开，你们安息吧。快，立刻送去医院。小子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兵。肖邦等人将史卫国等人的遗体送到战区医院，然后通知他们的家人，和平时代他们的故事不会流传出去，只是作为一个符号，默默守卫在祖国的名单中。伤员的肌肉还是没法放松下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然让他在昏迷下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？难道是意志力？主任，伤员的心跳开始减弱。快，心脏复苏刺激。是。连续刺激后，陈琳心跳再次恢复正常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放松？不如让林雪护士进来试一试，她的歌声能让人放松。林雪看到陈琳昏迷的躺在病床上，可是全身都在颤抖，身上鼓起的肌肉都是绷得很紧。林雪开始清唱起来，可是没用，陈琳的身体依旧在不停颤抖，拳头一直握得紧紧的。主治医生看到这一幕，无奈的转身走了出去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整个人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导致肌肉绷紧。我们采取了许多种药物以及物理措施，都没法让他放松。如果不能尽快让他放松下来，便无法进行手术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让我来吧。此刻，林雪还在唱歌，她的歌声很温柔，很动听，但是对陈琳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没用的，他只听军歌。陈琳，你兄弟的仇报了。林雪一直看着陈琳，吃惊的看到对方听到这句话后，原本紧握的拳头竟然松开了。你兄弟的仇报了，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可是竟然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，让陷入昏迷的人绷紧的身体瞬间放松。此时不知道为什么，林雪莫名的有点想哭。竟然放松了，快准备手术。很快手术完成，陈琳被送到特殊病房，林雪负责照顾。好好照顾他，他是军人，与敌人作战中受伤了，他是为了给自己战友报仇才会这么拼命的。林雪听着听着，眼眶中泛起一丝湿润，竟然莫名的冒出想哭的感觉。我一定照顾好他。军人战死沙场马可果实，这是光荣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。你小子可是睡了3天3夜了。这么久，班长他们呢？已经安葬了，你放心，家里人也安顿了，全城人相送。我连班长最后一面都没有去送。军人战死沙场马可果实，这是光荣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。军区首长来过了，但你一直在云睡，你违反了纪律，是首长那边帮你压下来了，加上你杀掉的毒贩也是通缉名单的人，上级批准你荣立2等功，破格提为中尉。中尉吗？听到肖邦的话，陈琳却开心不起来。如果这些能换回班长他们的生命，我宁可不要。你的伤势虽然严重，但还能痊愈，好好休养。出院后，你可以去团里直属的侦察连，那里有一份闲职。说到这的时候，肖邦心中不由得叹息：为什么是闲职？你的伤势是永久损伤，否则老子都想将你拉入龙鳞突击的，可惜了。不，我还要杀死王刚，他才是背后的 boss。我想去龙牙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不行。陈琳正要开口，突然清脆的提示声在他的脑海中响起。宿主符合签到条件，是否签到？是否？签到。宿主签到成功，获得身体深度强化1次。强化要求1个小时内完成1000次俯卧撑。竟然还有这样的奖励，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就会好转，可以给班长他们报仇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有时间我再来看你。首长，我真的想去龙牙试试，只要能报仇，加入你们龙鳞一线。这样吧，我与128团的张团长是战友，你可以去他那里，有机会可以参加龙牙选拔。谢谢首长。头不是直接招他进入龙鳞预备队吗？这小子是当狙击手的好苗子。你不看他那个伤势检查报告，不可能恢复了，我这是安慰他。肖邦等人走后，陈琳努力的起身，顿时身上的伤口传来一道道犹如撕裂般的疼痛，疼得陈琳身体不停颤抖。不管了，我要给班长他们报仇，我要变得强大，1个小时内1000次俯卧撑，听了1。陈琳咬牙坚持，发出一声声低吼。变强，我要变强。他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在训练，为了什么？难道他还没有放弃吗？陈琳，你不要做了，你的伤口还没好，快停下来，不然你会没命的。看到陈琳没反应，林雪双眸通红，急忙去找主任医生林为民。
二叔，陈琳像疯了一样做俯卧撑，全身都是鲜血，我怎么说他都不听。您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林维明大吃一惊，急忙冲去特殊病房，来到房间果然看到陈琳满身是鲜血的做俯卧撑。赶紧住手！你不要命了吗？林维明想要阻止，可是他愕然的发现陈琳伤口止血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先看着，有不对，立刻止住！林维明看着陈琳咬牙切齿的坚持，心里不禁感慨：这真是一条铁血汉子。1个小时后，陈琳突然感觉自己的筋骨比之前强大了许多。这就是深度强化的结果吗？一次深度强化就让自己发生那么大的改变，岂不是说只要多挨几次，自己身上的伤势有痊愈的可能？自己不是有机会进入龙鳞了吗？此时，林维明看着陈琳一脸兴奋的样子，猛然回过神来，脸色一沉道：“你搞什么？这才3天就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，不想活了吗？”这个医生，我只是想活动一下，别得太久了。转眼1周后，有关陈琳的调令下来了，从3号哨站直接调去东南军区猛虎团，担任警通连副连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检查了。谢谢。林雪听到陈琳的话，莫名的感到一点失落。经过1个星期的相处，林雪知道自己心动，动心就追也没什么，否则他就飞了。你有女朋友吗？陈琳疑惑的摇摇头。太好了，我们能交往吗？这是表白吗？我竟然被人追了。新兵刚当上连长，心中的女神就向他表白，他不但不接受女孩，还说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现在谈这个不合时宜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，我们不是同一的人，我无法保证你的幸福。我送送你吧。林雪将陈琳送到医院门口。我会接近你的世界，一定会成为你同一类人，你等着。离开医院，陈琳没有直接去128团，而是去车站坐车直奔班长史卫国的老家。班长，这是你平时最爱喝的烈酒，因为它够劲，就像巨人身上的热血。班长，我给你报仇了，而且我也变强。有人说我这辈子都当不了特种兵，不过我一定会成为你最后带出来最骄傲的兵。班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女孩向我表白了，说真的，我挺开心的。不过我没同意，你要是知道，会不会说我傻？有这么好的姑娘送上来，你怎么不要？我没法保证能给她幸福，虽然她真的不错，但她不适合我。陈琳在墓前足足待了1个上午，陪着班长说话。本来还想去看望嫂子，但看看时间，来不及了，便直接走出村子，去了车站。干什么？不能插队，还有没有素质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是军人，因为有急事，我能优先购票吗？我看到旁边有窗口写着。军人同志，你要是有急事，早说啊！我看你都等了那么久了，我们又不是不懂道理的人。谢谢，谢谢。军人凭什么就能优先？这里都是一样，谁他妈的不急？你竟然是军人，不是要让给群众吗？不，军人不是应该让我们群众为我们群众服务吗？如果军人一个个都好像你这样要优先，那不是完了？你不能优先，要优选，也是给我才对，我比你更急。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军人的优先。你特么谁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喂，你干什么？放开老子！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？你摊上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陈琳没有说谎，拎着对方走到年轻军人前面。你看清楚了，得罪了。年轻军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陈琳伸手一抓，将他身上的衣服扯开。这是年轻人的身体吗？这得遭受多大的痛苦啊！刚才陈琳从这个年轻军人的皮肤里看出来，对方也是一个哨兵，而且是严寒地区经常有战事的边防兵。你在他这个年纪在干什么？陪着女友逛街，在夜店潇洒，跟着家里的人要钱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在边境线站岗，在禁区穿行，守护着我们国家每一个人。没有他们，你能在这里逞威风吗？如果没有急事，你见过军人跟你抢过位置吗？让军人先买票怎么了？我们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军人挺身而出？当初我们家洪水来了，士兵哥哥把我们连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看看这个孩子，要是让父母看到了，得多心疼啊！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见说不过对方，索性耍赖皮的开口好。打人了，当兵的打人了。听完男子的话，陈琳横眉一竖，都想杀了这家伙，瞬间身上杀气涌了出来。妈呀，这小子身上咋有这么重杀气？绝对杀过人。这个时候，闻讯赶来的2名执勤警察疾步走了过来，询问情况后，看到惊人大汉，吓得瘫在地上瑟瑟发抖，直接带走。谢谢首长。去买票吧，能让一个军人想插队，肯定是紧急情况。我母亲出车祸，正在抢救，错过了这个班次，我必须明天才能回去，有1年没回去了。如果赶不及，我连他最后1年都看不到。随后，陈琳买票进站，直奔128团所在的城市。男人明明是来接新兵首长，却一个人开着车往前。首长跟在后面是汽车的尾子。首长你好，请问您是不是陈林中尉？我是128团少尉陈勇。你好，我就是陈林。首长辛苦了，我是来见您的。你赶时间吗？报告首长，不赶时间，有什么事情请指示。你开车，我跟着你跑。没听错吧？我开车，首长在后面跟着跑。原来陈琳刚刚签到险，获得了极限运营。正好可以检测一下这个极限运营性。快点，没吃饭吗？
这都什么事？陈琳这么一说，激得陈勇脚下猛踩油门，车子的速度提升到40码，然后利用后视镜一直注意后面的情况。这个年轻的首长，特殊。我看你们跑多久？跑得好快，这速度应该有30以上吧？他追着军车干什么？被车上的首长罚跑步了吗？1小时后，陈勇看就在真的很急。好家伙，一跑就是100米冲刺速度，跑了1个小时，路程超过40公里。团长这下肯定了，咱们团这次来了一个猛人。本来陈勇见陈琳这么年轻，觉得8成是走混子，现在我敲你上车吧，已经超过40公里了，上来歇一会儿吧。还有多远？大概5公里，那就跑吧。上来休息吧。要是你跑坏了，没法跟卡着交代。没事，继续，我自己的身体很清楚。陈永长吐了一口气，他真的担心陈琳这么疯狂的跑，会不会把身体累？想了一下，还是有必要将这个情况跟团长汇报一下。于是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张团的号码。团长，是我，小陈。情况是这样的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子跑过来的？对，由村车站跑到了128团，只有5公里的路。有点意思，这么拼，老子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新闻。怪不得作为新兵，一个人能干掉一群毒贩，看来这是合情合理。这小子是一个狠人。什么？他一个人干掉了一群毒贩。团长，您没骗我吧？你别管这个，反正带他过来就行。为了表示尊重，我带着团里所有干部去接他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里，跟我去接一个了不起的英雄。张团，这个一个人干掉一群毒贩是几个？16个，领头的是蜈蚣，被他干掉了。最难得一点，王登当时为了救他的弟弟，答应给他1个亿，但是他没有答应，还是一刀把王登弟弟头砍了，祭奠他班长的英灵。你们说这小子有情有义，而且信念坚定。说着，张团长叹了一口气。肖邦的意思，想破格让他加入龙鳞突击队，可惜他的身体废了。这不，送我这顶贝雷帽，让他过来128团挂职，然后转地方。众人这下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张团如此铁面无私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如此看重一个调过来的中尉？确实值得所有人去迎接啊！老张，不对，不是说他废了吗？为什么还能跟着车子跑了40多公里？这才是老子奇怪的地方。说不定肖邦看走眼了，要是这样，我们岂不是捡到宝贝了？来了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太夸张了吧！还真从车站跑到128团，那可是45公里左右。肖邦是几个意思？这是废掉的人吗？我们今年的新员合成都没有他猛吧？首长每次遇到新兵，都会拿一个破杯子给新兵喝水，新兵只要不接受，就会被训斥一通。我的杯子不嫌弃吧？这个杯子跟我走上战场，被子弹打过3次，我每次都让人修好，只有硬汉才有资格喝我的杯子。你有这个资格？谢谢首长。你的伤势没问题吧？肖邦跟我说非常严重。报告团长，全部痊愈。我跑了45公里，就是见证，能胜任任何工作。哦，这么快就痊愈了？才过去2周。肖邦啊，肖兵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！这是废人，他要是废了，老子将自己的杯子生吞了。报告首长，我需要参加训练。训练？你脱掉衣服给我看看你的伤口。陈琳将身上的军装脱下，露出了矫健的肌肉，身上的伤疤却消失不见了。张团长看到这一幕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这不对啊！难道肖邦忽悠自己吗？不可能啊！难道是他的身体恢复能力强，伤口都愈合得快？他们哪里知道，陈琳的身体连续经过强化之后，促进伤口愈合，并且有很好修复作用，比激光去8手术还牛。可以，你可以参加训练，子弹管够。随后，张团带着陈琳来到128团的训练场。嘿，那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1毛2中尉啊，竟然让团长带着！十有八九是个关系户。你咋知道是关系户？王燕是小混混出身，各种人情世故精得很，不屑地说道：“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们团长是中校，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尉，劳烦他作陪，他有这么大面子吗？再说了，对方那个年纪能提到中尉，多半是什么将门子弟。”听了王燕的话，何晨瞧了一眼陈琳，王燕看向何晨，故意拉高了声：“都是将门子弟，怎么有些人就不懂得利用他？人和人差距怎么那么大？”何晨没搭理王燕这个二货，不过目光一直盯着陈琳不放。搞裙带关系算什么本事？自己有真本事才是真本事。别那么多废话，统统给老子闭嘴！你们还有力气说话是吧？全体都有，绕着操场直圈。哎呦我去！班长，我们刚刚跑完10公里越野，扛不住，您通融一下，再休息一会，否则会死人的。怕死是吧？怕死就闭嘴，安安静静，没人说你是哑巴。OK。王燕家跑10圈，还不快去！不要啊！
指导员跟张团在一起的小子什么来头？达叔不清楚，但是看起来应该不是关系户。周秀清楚张团的性格，如果没有真本事，就算是旅长、师长的亲戚来了都不理。否则在国外留学归来的他拥有更好的选择，却最终留在128团。当然，也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他暗恋张团善良的小姨子。朝我们这边走来了，不会是进入我们后羿2连？我们这里满了，安排一个中尉过来干什么？后羿连是神枪手的连队，目前是128团天才的集中地，每一个进来的兵都要经过层层选拔。直接带个走关系过来的兵，老张是不是太过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你怎么不去问团长？你不是指导员吗？级别比我高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你不是追张团的小姨子吗？消息肯定灵通。男人刚来新部队报道，就受到团长的热情招待。本以为团长是个好说话的好人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开始给自己拉仇恨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从3号边防团调过来的陈林，担任警通连的副连长。你们后羿2连以后给我小心点，别给警通连打怕了。张团长的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陈林身上。这小子不简单，身上有股杀气。这是我们后羿2连指导员周秀，这是2级军事长，代号老大。指导员好，老大好。陈林是个非常优秀的新兵，获格录取为副连长，直属警通连，不会进入后羿2连，那个是新人待的地方。不对劲，怎么感觉张团在给我拉仇恨？随后，陈林来到了警通连的宿舍。班长，老姜，我进入龙牙了。虽然还没有成为科种兵，但我一定会变得更强，我不会给你们丢脸。3号哨所的人拘留肝胆两昆仑。与此同时，陈林的消息在128团迅速传开。听说警通连来了一位新副连，估计20岁，团长说是从边防团破格提升的新兵。这么牛逼，从一个新兵破格提升副连，不会是走后门吧？知道团长是怎么介绍他的吗？转眼翌日清晨6点，有节奏的哨子声响起，密集的脚步声回荡，后羿2连的战士们迅速奔向训练场。谁这么早？看样子好像跑一阵了。好家伙，这不是刚来的警通连的副连吗？这么早都不知道训练多久了，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。切，装的，肯定装的。每天训练这么辛苦，睡不想睡久一点，恢复体力，好完成第2天的训练。王艳的话还没说完，陈林已经跑到了前方。滑中去。他的力量怎么那么大？哗众取宠吗？我起这么早拼命训练，是因为我不想上完战场，因为实力不济，看着战友牺牲，留下遗憾。战争是随时发生的事情，没实力，没有足够的准备，自己会死，还会连累兄弟，明白吗？听到陈林的话，王艳害怕的小鸡啄米般点头。你懂个屁！别说废话，做训练说废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，这样的事情下不为例。说完，陈林继续开始跑了起来。何晨等人围上来，七手八脚的将王艳扶起来。没事吧？他娘的，说的他好像上过战场一样，还偷袭，算什么？那是我没有防备才被压住。连长只是教训了一下新兵，就引得100多人在后面追，还扬言要把他跑趴下。原来竟是受到指导员的蛊惑。不服气吗？很好，他说的很对，别说废话，你要证明自己，上去把他跑趴下。王艳立刻明白了指导员的意思，大喊一声，第一个冲向陈林。走，把他跑趴下，为了我们后羿2连的荣誉。这下有戏看了，那么快就赶上了，热闹了，一个人单挑一个连呢。要不咱打个赌看看谁赢，一包辣条。这是不是不太好？要是团长知道了，会不会说我们给新来的首长下马威？张团要是知道，恐怕在偷着乐呢。你继续秀吧，我还是做一个好人好义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羿2连的人在跑道上一个个倒下。在跑到60圈，总里程24公里的时候，操场上只剩下陈林、何晨、王艳3个人的身影。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，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他们3人。此刻，王艳与何晨挥汗如雨，恨不得拿肺出来呼吸了，感觉双脚都不是自己的。竟然还能跑，这家伙属驴的吗？不能死！我操，大意了，何晨，只能靠你了。后羿2连新人的脸都别在你的裤裆上了，顶住！老子看错你了，快起来，别掉链子。此时的陈林也不轻松，在何晨等人来之前，他已经跑了20公里，加上现在跑到24公里，差不多到他身体的极限。汗水犹如雨点般的从陈林的身上滴落，站在跑道周围围观的人都能感觉到陈林已经到极限了。这家伙这么能跑的，大意了。陈副连，赶紧停下来吧，别再跑了，你已经很牛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此刻所有人心中都涌入一股莫名的感动，在陈林的身上，他们像是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一方面希望陈林不要继续跑了，担心陈林把身体跑坏了，可是又冒出一个想法，陈林的极限到底在哪儿？突然，陈林双腿弯曲，扑向地面。还好，陈林先跑了一段时间，比何晨先倒下，勉强算是平手。否则后羿2连被一个人干趴下，我这个指导员的脸可就丢大了。
可是下一刻，周秀的瞳孔猛然睁大。我这是见鬼了，居然还能站起来继续跑！老子不想再看到那样的悲剧，不想再看到，我要变强。这家伙根本不是人。随着何晨的倒下，这场无形的较量落下帷幕。我知道你一些事情，我本来是想了解我们2连的对手，没有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有这样的经历。我的班长也是牺牲在我的面前，老达眼里泛起了泪花。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死在前面，所以我知道你的痛苦，现在我都无法忘记。只要我闭眼都是班长的样子，以及他对我说的话。忘记？肯定不会忘记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能理解你，但是你这么疯狂特训，不试试身体都废了，你特种兵也当不上，怎么学会其他本事去报仇呢？谢谢，我以后会注意。注意也没用，这是我从龙牙特种旅弄来的训练计划，照着练，悠着点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身体要是坏了，什么都是虚的。我老了也帮不来什么，但是经验还有，你要是需要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当然，我也有自己的打算。目前128团后野2连最强，平时一个嗷嗷叫的，都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。你来了，我想让你激一下那些家伙。今天早上你做得很好。当过兵的都知道，要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，不但要有天赋，还需要大把大把的子弹才能喂出来。可男人仅仅用了3个小时，就变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这动作可以啊，完全找不出一点毛病。乖乖，不会是射击高手吧？哎呀妈呀，咋他的射击动作比我们教官都标准？咋练出来的？确实很标准。陈琳猛然扣动了扳机，清脆的枪声响起，子弹以930米每秒的初速度呼啸而出。周秀立刻拿起望远镜，锁定前方200米外的靶子。好家伙，一番操作猛如虎，怎么样？几环？6环？什么？一番动作猛如虎，结果成绩250，都打起精神了，给他上一课，看看什么是射击，全体都有。准备射击！周秀命令下达，整个后羿2连的战士们都做好了射击准备。从流畅程度上，真比不上陈琳的动作。射击！枪声不断响起，很快成绩公布。何晨10环，王艳10环，阿凯9环，苏浩9环。不愧是后羿2连，一个个都是9环起步，这就是他们的水平，否则怎么能配得上神枪手3个字呢？王艳等人射击完，一个个眼神中带着自信的眼神看向陈琳，结果发现对方趴在射击靶位上，动都没动，注意力完全在瞄准上，根本没有注意他们。卧槽，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忽视？专注、努力，这确实可以提高射击的能力，但是真正的神枪手需要很大的天赋。人无完人，他小子不过就是身体素质强悍一些吧。上午越野，陈琳破了军区越野的记录，我们后羿2连被他一个人干趴下，现在扳回一局，这是好事。好了，现在我给你们讲讲狙击术。这个狙击术在周秀清了清嗓音，开始给何晨等人讲解狙击术。不过每过10分钟，周秀都会用望远镜看一下陈琳。1个小时后，他眼角跳动了一下，稳步8环了，可以啊。就是废子弹。又是1个小时过去，他又拿起望远镜。9环了，这是偶尔的吧？不对，弹孔环绕9环的4周密布，这是天才射击手缺少练习而已。难道他能掌握弹道，只是训练不够，握不住枪？如果这小子开始不是装的，提升要不要太恐怖了？周秀越琢磨越吃惊，陈琳仅仅在2个小时里提升到9环，而且非常稳定，这种射击天赋比何晨等人还要强。这是用子弹喂，要是我有这样的待遇，做梦都偷着乐。好家伙，他一次性打的子弹比我们1周打的还多。我现在考虑的是，他的肩膀是有什么作用？2个小时了，他的射击从来没有停过，那后坐力他怎么能承受住？这小子就是一个怪胎。班长，你说他这样练，要是把肩膀打废了怎么办？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你还关心起别人。又1个小时过去，见鬼了，他怎么还能坚持？这还是人吗？他的肩膀难道真的是铁做的？别说是何晨等人，旁边负责帮陈琳压弹匣的列兵都快顶不住了，双手不停地压弹匣，手指都快麻木了。还能打？这都超过2000发子弹了。首长，您休息一下吧，您都坚持3个小时了，太久了，肩膀会扛不住的。没事，继续。就在这时，陈琳忽然有种人枪合一的感觉，自己就像95个枪里的子弹。子弹以930米每秒的初速度呼啸而出，咻一下穿透靶心。接下来要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陈琳迅速瞄准，果断扣动扳机，一梭子。全部10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仅仅用3个小时，这天赋未免也太过强悍了。我操，都是10环，这怎么可能？周秀是留学喝过洋墨水的，清楚一整套训练课程，什么所谓的速成，全都扯淡，都是一枪一枪打出来的。老子被人耍了，这小子是专门来打你的。
陈父都是军人，你没必要装吧？光明正大不好吗？你够强，我们都服气，没必要这样。指导员，你误会了。你打3个小时2000发子弹就变成神枪手，你不是装吗？你再这样会没朋友的。你自己不是说了，想要成为一名神枪手就要天赋，天赋强的人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少，提升的速度也会比别人好。怎么听这些话有点耳熟？卧槽！这些不是刚才自己训何晨他们说的话吗？距离超过100米，你一边射击还能一边关注我们谈话，一心二用，还能枪枪打10环，这脸打得太响亮了。我是激活了天赋，在少佐每天能打的子弹不多，没机会激活，现在终于有机会打得多。何晨，你的格斗花样太多，过于花哨。王艳，你那些下三路的招数对付小混混可以，但是遇到真正的职业军人就是小儿科。小凯，你的基础最差，战斗的时候光靠一身的蛮力远远不够。好了，你们自己对练，仔细体会我刚才说的。陈父，你来了。哎呦我去！什么情况？老大班长怎么跟他那么熟了？没道理，这小子把我们2连累得这么惨，老大班长不该跟对方那么客气，难道是探查敌情吗？有这个可能。快看，打起来了 ！Lady Go！这小子哪里来的自信，敢跟老大班长动手？他死定了！哼，自招苦吃。这小子力量出奇的大，老子的拳头、小腿都隐隐作痛了。看走眼了，你自己练吧，我还得带人。老大班长，明天有时间我再找你切磋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都什么事？大意了，搬石头砸自己脚了。老大班长，你是不是手下留情了？留情？我也想，可陈琳是弱者啊，都给我训练去，我练死你们这些小子！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老大班长是暗亏？那我们来出气吧。难道我们都看走眼了？转眼1周过去，我操！快看，他就是一个疯子，今天又玩花样，瞧见没有，在双腿上绑上沙包，2个27，又跑了1个小时，我去，这还是人吗？按照这个速度，1个小时下来，最少也得有40公里了吧？牲口都没这么猛呢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被打击的还不够啊！我现在终于明白团长当初说的那句话了。当初谁说他是走后门进来的？这本事用得着走后门吗？真丢人！报告，老大班长生病了，不能跟你陪练，我来。生病了吗？好。好可怕的力量！如果我的战斗力是8000，这小子至少是1万。你是一个不错的对手，我决定认真打一次。什么意思？刚才没认真，听了。转眼50招过后，何晨向后弹开道：“首长，我们集合的时间到了，我去集合。明天再来，如果你怕输，可以不用来。谁怕输了？明天继续。这个变态体力怎么那么恐怖？难怪老大班长说病了，这是被打怕了。”随即，陈琳疯子的称号彻底在128团传开。不知不觉中，陈琳已经成为128团参照的榜样。团长，这个月我们团的子弹消耗远远超出预算，单步枪子弹的消耗超出10多万发，手枪子弹消耗超出5万多发，狙击枪子弹消耗超出3万多发。什么？怎么会超出1倍？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？都是他打的。一个人干掉我们团1个月的弹量，这小子是怎么打出来的？就算是每天乱开枪，也不可能消耗这么多的。团长，陈父疯狂的训练，射击都很有规律，枪法非常准，没有乱开一枪。张团一怔，竟然说不出话。团长，要是这么消耗下去，其他人都没子弹搞训练了。其他同志的意见很大。军人一口唾沫一口定，这说出去的话有不能收回来，有难处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了。谁让自己在陈琳面前装？为了团长的形象，含泪也得装满。就在张团发愁之际，另一边后1、2连也不好受。首长，这2天吃坏肚子了，休息几天，都好了，我再找你。何晨，你该不会是故意吃坏肚子的吧？首长，我没有，我好端端吃坏肚子干什么？我不是找罪受吗？行吧，等你好了，我再找你。乖的乖乖，老子惹不起，还对不起我。何晨，身为一个军人，你怎么怕？为了后1、2连的荣誉，要批呀！滚！来看看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进了子弹全部都是那个疯子打的，他就是一个变态，都不用休息，天天打，谁扛得住？俺的妈呀，这么狠！这样你还能坚持1个月，牛！首长为了给连队节省弹药开支，主动劝兵王休假，原因竟是兵王一个人打光全团的子弹。军营马上就要开始特种兵选拔了，我知道你想加入龙牙，想报仇，但是训练也要适度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团长。这样吧，我放你2天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
准备参加接下来的特种兵选拔，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让这小子少训练，节约弹药开支了。可是团长，是，算算时间，嫂子应该要生了吧？趁这个机会去看看她，顺便去祭拜一下班长。嫂子，我是士班长的兵。你是魏国的战友？是的，嫂子，我刚才已经去班长的坟头祭拜过了。谢谢。嫂子，孩子应该差不多临盆了吧？为什么还不去医院？这里医疗条件太简陋了。再过2天，学生就放假了，那个时候我再去，没事的。陈琳想了想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自己的1万块津贴。嫂子，在部队里，班长把我当成兄弟，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嫂子，这里是我的一点意思。小兄弟，你有心了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这钱我真的不能收。肚子好疼，我好像要生了。陈琳没有多想，抱起杨大嫂就往村里的卫生所狂奔。亮红了，胎位有点不正，可能会难产，赶紧送医院。周围的村民听说杨大嫂怎么生了，纷纷跑过来帮忙。很快，一辆牛车拉了过来。山路难走，牛车比什么车都管用，快！刚才自己来的路上一路泥泞不堪，确实没牛车方便。现在赶紧送杨大嫂去医院是关键，管不了那么多。将杨大嫂扶到牛车上后，直奔村子里。半个小时后，牛车终于来到镇上。陈琳打了滴滴。你还是找其他车吧，我的车不方便。这孕妇一看就要生了，万一在车上出了问题，自己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我嫂子是遗孀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烈士的后代，她有可能难产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她肚子里真的是烈士的后代，不要钱，我送她去，不能让烈士牺牲了，含着眼泪在天上看自己的家人受苦。说完了。司机一踩油门，将车速提升到最大，朝中心医院奔去。只要不堵车，很快就可以到，坚持住了。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提醒，现在他也不管什么红绿灯了，只要十字路口没车，迅速冲过去。可是当车子行驶入市中心地带的时候，车流量迅速增加，在导航的标志线上的道路上提示堵得发紫了。现在正是下班高峰期，车流量非常大，糟糕，有几处车辆事故，道路被堵住了。我好像要生了，快要生了。师傅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快一点？看运气了，主持人，竟然拨通了。主持人，我这里是通往中心医院的共建路上，车尾号是2828，我的车上有一位军嫂要生了，这是烈士的后代，希望你们能帮忙，让前面的车让一下道。主持人听到车上有烈士的遗孀被堵在路上，立刻通过平台发出广播。各位广大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！刚刚得到消息，从共建路通往中心医院的滴滴车，车尾号2828的车上，有一位准备生产的烈士遗孀被堵在路上，生命垂危。如果在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听到广播后，希望能够让出一条通道，让车子过去。与此同时，陈琳所在的车子几乎动不了，前后都堵满了。不能再等了，我去找交警。同志，我的车上有一名烈士的遗孀准备生了，情况非常紧急，能不能想办法让车子过去？呼救总台，我是编号22345共建路，有一位军嫂要生了，是烈士的后代。局长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共建路路段有一名待产的烈士遗孀被困在车上，她需要立刻送到医院，否则大人、小孩都有危险。烈士的后代，军人值得尊重，不能让烈士牺牲了，还寒了家人的心。立刻联系电台，让他们发出广播，将那个地段的市民都动员起来，启动紧急预案，通知所有交警组成开路队伍，对车辆进行疏导，一定要在最短时间送到医院。是。总台负责人立刻转身到指挥中心处下达通知。3分钟后，沃尔沃尔乌以共建路为中心，四周响起警笛声，大量的交警集合赶往共建路进行道路疏通。在警车迅速出动的同时，广播电台、新闻电台在接到公安局传来的消息后，立刻将消息传播出去。一场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陡然展开。烈士遗孀难产，竟引发全体警员和全城人出动，只因去往医院的路被堵死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主管，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，正准备上去。快点，现在都准备下班了，必须在下班前完成。是。平台上发布的那些信息，明天发也没关系。什么主管，不过是刷一下存在感罢了。王昌正准备上电梯，突然在写字楼的荧幕上出现一条新闻：各位广大市民朋友，如果你现在或者是准备前往共建路，请您伸出援助之手。一名即将临盆的烈士遗孀被困在滴滴车上，她需要我们的帮助。主管，我需要请假，有一名烈士的遗孀被困在我们公司外面马路上，我想去帮忙。你逞什么英雄？自己的事情做不好，还去管别人？你立刻马上回公司，否则炒鱿鱼。主管，遗孀的肚子里有烈士的后代。什么烈士的后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立刻给我回来，否则当你主动离职。哼，辞职就辞职，你的思想有问题。知道什么是烈士吗？
他们是为守护我妈而牺牲的人。我虽然年轻，但是最基本的道理我懂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像这样东西的公司，老子还不想待了。王昌挂断电话，立即朝马路上奔去。朋友不好意思，麻烦您让一让，让出一条道，让后面的车子过去。这位朋友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让车。一时间，在马路上涌出许多热心的青年，一个个去敲车窗，然后引导车子移到一边，让出一条车道。此刻，主管透过窗户看到马路上一个个年轻身影，帮助疏导交通。就小子，我错怪他了。王昌，是我错了，你做的对，没有军人，怎么可能有我们安定的生活？我向你道歉，明天继续来公司上班，你转正了。谢谢主管。爸爸，听到没有？军嫂在我们的后面，主持人姐姐请我们配合，让出一条生命通道。军嫂要生宝宝了。军人是值得我们都尊敬的人，军嫂需要帮助，我们当然要帮忙。爸爸现在就移车，让出一条生命通道。然而此时，杨大嫂的羊水已经透了，时间拖得太久，随时都有可能感染。不能再等了。陈琳下车，正准备抱起杨大嫂冲向医院时，一名年轻的交警冲过来道：“跟我走，快！”陈琳一咬牙，坐回车内。沃尔沃尔乌警车场。接着，一辆辆交警摩托车从道路的两侧开出来，为滴滴车开路。原本拥堵的路面中央，神奇的出现一条通道。我就说了，他们肯定会帮我们，谁都不会让烈士的家属心寒。道路两边站着的人群，目光都注意在滴滴车上，一个个都打着手势，口中喊着“加油，加油”。看到这一幕，陈琳不由得想到，班长史卫国在边境上拼命，就是为了守护这些普通的国民。班长，值了，这些人值得你为他们牺牲，值得自己去守护。他们没有忘记牺牲的巨人。我就说了，我们不会看着军人流血而无动于衷的。Oh my god！ 他们的政府竟然为了帮助一个烈士的后代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这里的国民竟然也都非常配合，这是一个奇迹。他们都说东方古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，今天我终于明白一点了，难怪这个国度发展的这么快。要是能够加入他们的国籍就好了。因为一路畅通，仅仅10分钟的时间，车子便到达医院。军人同志，放心，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。谢谢。同志，谢谢你，这是车费。不用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走了。给你钱。不用了，说了，免费。当天夜里1点多，杨嫂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6斤7两，母子平安。陈父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年度军事演习突然开始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团长被斩首，营长和连长在野战指挥部开会，被聋哑的人一锅端了。叔叔阿姨，嫂子就交给你们，我部队上有事，必须马上回去。兵王只是休了2天假，竟被蓝军部队偷了老窝，就连团长都被抓起来当俘虏。哈哈，张团，没想到你们号称西南劲旅这么不堪一击，你这团长都成了我们的俘虏。别得意的太早。报告首长，战争突然爆发，团长他们前往战场了，让我留下来等你。准备战斗，我们追上去。是。陈琳很快换上作战装备，前往战场。老大，你们具体在哪个位置？我去找你们。你们别过来，我们已经被蓝军包围，出不去了。我怀疑他们有跟踪系统，我关闭通讯系统。信号中断，3秒后，陈琳的单兵通讯系统收到一个坐标点。快，开快点！转眼，陈琳和张松来到一个蓝军哨站。首长，怎么办？蓝军出现在这里，把路都堵住了。我们128团的形势非常不乐观。陈琳正琢磨着怎么突破关卡，身后传来车子马达的轰鸣声。运输车。陈琳眼睛一亮，立刻对张松道：“你留在这里，我进去。”是，只是陈父你怎么进去？陈琳没有答话，放下95步枪，快速朝前方的路边潜伏过去。一双手猛然抱住大石头，超过300斤的大石头被他抱起来丢到路上。我操，力气怎么那么大？这么大的石头怎么会滚下来的？真邪门！就是现在！陈琳抓住对方搬运石头的机会，闪电般冲到运输车的旁边，侧身倒地，翻滚到车底下，抓住底盘下方的一条铁管，瞬间整个人贴着车子下面。我操，怎么这么烫？这改装过的军车底盘温度都80度以上。陈琳咬紧牙关，强忍着手掌被灼伤的刺痛，尽可能的贴着车底。张松见陈琳脸上痛苦的表情，感觉自己手掌也像是被煎一样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陈父怎么那么拼命？这不过是一场演习，至于吗？运输车快到哨岗前停下来，跳逼检查前后。没问题，放心。张松看到车子向3号地区内部行驶，彻底松了一口气。现在只能看陈父了。张松转身寻找一个更合适的位置，潜伏起来，开始。这里很有可能是蓝军的后勤基地，如果能炸掉蓝军的弹药库，就算张团被斩首，也算是扳回一局。陈琳不动声息地挪动身体，来到车轮一侧，观察周围。果然是军火库。陈琳脑子中开始疯狂地计算突袭的顺序，先干掉哨兵。计算好后，陈琳立即行动。不许动，
根据演习规则，你已经阵亡了。谁？你也一样。好快的速度！解决完哨兵后，陈琳将弹药箱打开，取出手雷，在周围的一堆堆弹药箱摆上。这是要将这里全部炸掉的节奏啊！等着被手掌骂成猪头吧！陈琳布置完毕，旋即抓起一个手雷，跑向运输车，启动车子朝外面开去。见鬼，什么情况？报告营长，弹药库被炸了。被炸了，这次丢人丢大发了。对方是怎么进来的？对方藏在运输车底下，混进来。我刚才留意他的双手被烧伤极为严重。这么凶残，这次演习有意思了。我看龙牙特种旅那边能否抓住他，立刻将这里的情况上报。